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26号，比特币会不会迎来最后一只狼？晚上美联储概率98%要再加息25个基点，那这个位置主力会不会上演加息比特币不跌？或者是短线昨天出了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这里面的一个知识，等下利用这几个低点位置的一些知识，或者是熊市的一些箱体后面破位的一些知识来跟大家探讨。包括昨天的狗狗币已经是突破了我个人预测的一个目标位 0.076， 上一次是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是在 Discord 社群上面有通知家人们，18号的视频一开场也是跟朋友们讲，你可以选择压回20MA 的位置去做多，很多粉丝是买的比我的点位还低哦，所以有做对的单子，昨天也是希望朋友们报。那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狗狗币日线以及周线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也就是1年多以来美联储历次加息的位置，后面它价格是怎么走的。我们首先从去年的2022年整个底部开始，大家记得这整个区间美联储加息的幅度都是75个基点，1%加到 1.75， 后面 1.75 又加到 2.25， 然后又从 2.25 加到这个 3.25， 也是加息75个基点，后面是 3.25 又加到 10%， 这里面的一个区间参考性不算是很高，不过当时也是在这个底部的区间，希望朋友们 20K 下方一定要重仓买入这个比特币，包括以太坊1000美金。然后我们要思考一下，也就是比特币后面涨上去的一些位置，在2022年这一个短线的高点位置，当时也是小波段里面的一个高点，美联储是加息了50个基点，就是比特币主力它反向操作短线的高位出的一些利好，不一定是利好，它后面是往下跌，包括这个位置是在2月份的高位的位置，后面是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但是只加息25个基点 4.5 到 4.75， 也是只加息25个基点，短线是一个利好的情况下，它是在波段空间的高位，空间的高位出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它后面价格也是往下跌，甚至还有一个波段的一个低点挖坑的位置。然后我们要思考一下，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停止加息的一个位置，也就是5月份的高位，当时的利率是加到 5.25， 然后到6月份的一个低点的位置还是维持 5.25， 所以当时在6月的一个低位的位置是没有加息，当天它价格是跌的。那我现在也是在猜测，这个位置它也不在一个波段很深的一个低点位置，只是在短线一个空间的低位，有没有可能主力会不会上演？因为从来没见过就是利空的情况下，最后再加息25个基点，它是在空间短线低档的位置，主力会不会上演利空反而价格是涨的？当然涨也不一定指望它这样子直接微上去哦，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震荡。那我们要看一下这张图表，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这个箱体如果是一个空方的市场，一根 K 线下跌要留意昨天的这一根 K 线收盘，如果重心能收在这一个实体里面，那这种 K 线我想跟大家讲，它是一个多方的拇指线，说明这边已经遇到一根多方抵抗，最理想的情况这边会不会震荡出一个区间，首先前提是这个 28.8K 不能破了，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有些朋友是觉得目前比特币有可能跌下去会一直往下崩，不过我的观点是有一点不同啊，像这种震荡的区间，如果是空方的主力这么强势的一根下跌，你应该至少都要持续一直这样子崩下去，因为我们参考历史的经验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在熊市里面2022年的6月份，当时这一个箱体区间跌破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开始可以去观察，一根 K 线重心下移，第二根 K 线收盘重心继续下移，继续下移，下移，每一根 K 线收盘的重心都是比前面的收盘价格要低，所以在空方市场里面会存在这种现象，特别是箱体重要的箱体破位的位置，那你要观察它这种 K 线就是非常非常丑的，不能随便去接天上掉下来的刀子。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2022年的这一个4月份的区间，它后面下跌破位箱体的时候，也是一根 K 线
第二根收盘重心下移，第三根、第四根、第五根全部都是收盘重心在往下移，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1年12月份的这个区间也是一样，一根 K 线、两根 K 线、三根 K 线、四根 K 线，重心不断的往下移。所以目前我个人观点就是这个位置有遇到多方的抵抗，最强的一个情况或者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边会不会震荡，或者是我们要猜测一下主力如果今天晚上出利空，它会不会拉一个，也不要指望它上去，有可能它还会再压回。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就是这两根多方抵抗的 K 线，在牛市里面有哪一个位置有参考点啊？就是这几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一根下跌，第二根多方抵抗，或者是一根下跌，第二根又多方抵抗，一根下跌，第二根又多方抵抗。所以目前的区间，我个人判断就是这个箱体下去应该也是挖坑，类似这个区间。它在这个位置连续几根下跌完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位置稳出一个区间，然后会不会上涨也不一定，它有可能会重新再压回。所以现在我个人的观点，至少目前来看的话，有看到一根多方抵抗，有可能这个位置会不会先震荡出一个区间，低点的话也只能猜啊，你就观察支撑是这个 28.8K 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至于压力也就是这一个 29.5K 这个箱体或者这根 K 线的一半，你也可以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哈根 IC 指标，昨天是有跟朋友们提到，如果是右侧的朋友，你也可以观察它这个位置震荡到位，现在价格是在这个哈根 IC 红色 K 线的下方。其实17号的时候也是有看到这个价格已经是来到这个哈根 IC 下方，所以也是跟大家讲，已经是20几天没有操作，要操作的话就类似上一次的狗狗币，它这个低点的位置压回来的位置就是一直在踩这个哈根 IC K 线的实体，所以希望朋友们有做对的仓位尽量给我拿住啊。然后昨天有聊到的，也就是在周线里面这一周要去观察一下狗狗币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周线的牛熊线，现在价格已经是上来，而且这一个挖坑的位置，它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差不多是在 0.076， 就是这一个箱体的区间已经是突破了。它在周线里面突破这个牛熊线，整个趋势都是向上的情况下，如果你再配合月线，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月狗狗币的月线也是突破了这一个牛熊线啊，所以加上这两根 K 线也类似一个月线里面的多方吞噬的 K 线，所以希望朋友们还是一样尽量给我抱住，而且周线或者是月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下降趋势，这两天也是感觉已经是突破了，所以整个大长线趋势既然突破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有做对的多单尽量给我抱住啊，或者是还想再上车的朋友，其实现货我都不反对，就是你期货如果要搞的话，现在有几个支撑位很重要的一个短线或者是波段的支撑，你也可以观察，就是这个箱体或者是这一个上影线的位置，这个 0.076 到 0.077 附近是很重要的一个短线的支撑。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